进来呀。先别伸头，夏雨，你随随便便往进领人，你领导不凶你吧？没事儿。哎，他的领导不就是您吗？他要敢熊我呀，我立刻就走人。就是，今天的夏雨跟昨天不一样了，大众明星嘛。思姐，我发现这2天你一和夏雨说话就醋溜溜的，是不是？让他也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到这里来干干？我，你读过庄子的《秋水篇》吗？知道里面说的那种鸟吗？非梧桐不止，非炼石不食，何况一只死老鼠。思杰，你说话也太损了吧！没办法，爹妈给的。哭有什么用？哎呦，不是我干的，我要给他们哄。哎呦，没事儿，走吧，我们上那边看看。您坐这儿，再带上这个。哎，这不会有电吧？没事儿，您放心。我觉得夏雨的水平跟过去不一样了，这环境就是改造人。哎，王松，你看人夏雨地位变了，还跟过去一样，不像你腰里别个 BB 机就翘尾巴。那当然，我早就知道，只要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现一样优点，就立刻可以在我身上找出一样相应的缺点来。哎，夏雨，这些都是听众来信啊。可不，接不完的电话，再加上这些信，烦不烦呢？哎，思姐，我发现你挺适合干这个的，要不哪天你来客串一回？我，干这个？真的，思杰，我觉得你干这个真比我合适。喂，你好，这是夏雨热线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朋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已经是您第3次来电话了。我想你一定需要帮助，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，相信我，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今天是1天3回了。不会是流氓吧？哟，大妈，您别吓唬我。最近这社会上是不大太平。都9点半了，我得走了，去接女朋友。哎，王松，等等我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就让最近那几个案子闹的，一走夜路我头皮就发麻。还有我。大妈您就算了，您这么大岁数，年岁大怎么了？年岁大更是革命的宝贵财产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快走吧。别接了，都几点了？那哪成啊？要是有什么人需要帮助呢，我来接一回。喂，我是夏雨的领导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助？怎么回事啊？不会真是坏人吧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大妈，大妈，我来。朋友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也许我们帮不了您什么大忙，不过至少我们愿意听您倾诉。您想啊，您心里有痛苦，跟我们说一下，心里也就痛快了，是吗？现在？
啊，那好，这样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。哦，好的，这样啊，朋友，你呢，先给自己倒一杯开水，然后呢，安静的坐在那儿，我10分钟就到，好吗？啊，好的，就这样啊。四姐，你真的要去啊？啊，你也不想想，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谈完了怎么回家呀？没办法，你想想，他鼓了多足的勇气才说了这几句话呀。要是今天不去，明天会出什么结果？一句僵尸。王松，少在这卖弄你的幽默。四姐，路上不安全。人生下来就从来没安全过，不是也长大了吗？走了。今年的先进是思杰的，25块钱奖金也是他的，你们谁也别眼红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就是林芳吧？你看，我来了。别送了，别。四姐，哎，哎呀，出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出点事儿你！就你这胆儿还救人呢？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别问了，我现在没法说。怎么回事儿啊？咱们得回去，回咱们中心去。现在？就现在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想想，再过1个星期，她就要当新娘了，可突然呢，一切全毁了。这万恶的流氓！咱们要知道他是谁，非派王松去收拾他不可。派我？不派你还派我？没错，危险的事情有我。四姐，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他恨死那个流氓了。他想去报案吧，又怕这个事儿张扬出去。他呢，想跟男朋友说，又不知道男朋友会是什么态度。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说。女孩子出了这种事儿，苦水咽到肚子里，完了，你也要紧。
在她男朋友那儿更得把嘴闭得紧一点儿。要是男人知道女人被流氓糟蹋了，还不扭头就走？大妈，您怎么也近墨者黑呀？我们男的就都那么可恶？不这么可恶，王松，要是你女朋友出了这种事儿，你怎么办？您还千万别做这种假设。我就这么说嘛。四姐，咱们得马上找他去，告诉他，这种事儿就到咱们这儿为止，亲爹亲娘也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一个女人受了害，反倒成了他的耻辱了吗？这确实不公平，可这呢是社会的现实。四姐，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。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那些流氓能够为所欲为？就因为那些受害的妇女忍气吞声。前几天枪毙的那个家伙，一连作案10多起，这10多个受害的妇女一个说话的都没有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站了出来，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受害者了。这不正说明这案报不得吗？既然已经这样了，还张扬的人人都知道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盘问、指认、作证，噩梦要一遍一遍的重温，伤口要一遍一遍的被撕开。太可怕了！这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残酷的。还有他未婚夫，以前把他看成嫦娥似的，冷不丁的出了这事儿，就算不跟他散，心里也像吃了个苍蝇。以后的日子让他怎么过？夏雨，你还年轻，这种事儿不能让男人知道，杀了头也不能说。可是这公平吗？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歹徒，搏斗中他挨了一刀，人们会说他什么？英雄。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，殊死的搏斗过，她打不过一个男人，受了侮辱就一下子变得下贱了。也许社会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女人都承认它合理的话，这种现实永远没法改变。让我们表决吧，赞成说服他报案的举手。王总，您别再说了，您什么也别再说了。这么半天了，我一直在想，假如我是她的男朋友，我该怎么办？答案只有一个。假如我嫌弃她，我现在就离开她。我还是个男人吗？我又比那个流氓又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四姐，你也变卦了，你不替他想想？大妈，别问了，举手吧。那可怜的丫头，这可怎么办？谢谢你们。你们知道我刚才都怎么想吗？你们要谁也不举手，我就从这门走出去。走了以后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夏雨，应该谢谢你。刚才你那番话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增加了信心。我想，咱们一起和那个姑娘来经历这一切吧，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答我们。你们进去吧，我跟王松在这儿等着，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我们，按号照旧。林芳，林芳。林芳，这就是夏雨。你好，我是夏雨。我们在电话里面已经认识过了。你好。林芳，
你男朋友没来吗？他不会来。为什么？出事儿以后，我给他单位打了个电话，托人告诉他，我单位有事让我出发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这个时候，你不希望他在你身边吗？我不能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我不敢想。林芳，关于报案的事儿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我和我的同伴儿一致认为，你还是应该去报案。当然了，这对你很难。不过，我们总不能让那个家伙逍遥法外吧？林芳，你想一想，那个家伙他害了你，给你的精神上带来了永难平复的创伤，难道你不愿意看到他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得到应有的惩罚吗？我想，我能不想吗？我做梦都看见那张脏脸被一颗子弹打得粉碎。可是，报案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会得到公安部门的帮助，他们会抓到那个家伙，让他为他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可是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受了害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完全不必要自轻自贱啊。可是社会上，不错，社会上是有这种偏见。可是我们女人活着不是为别人活的，重要的是自己看重自己。那些伤害你的，必须叫他们付出代价；那些轻视你的，你可以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。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活法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来设想一下，假如你忍气吞声，假如你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那会怎么样？那个恶棍还会在社会上为非作歹，残害像你这样的女孩子。他会为你的软弱感到得意，他那张丑脸乐开的一朵花，你想到这些不会感到气愤难平吗？也许你瞒过了周围的人，瞒过了你丈夫，可是你并不能改变这事儿已经发生过的这一事实。它发生过，你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。你会为他痛苦，为掩盖他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，永远生活在惊恐、自卑和提心吊胆之中。你的伤口永远在流血，一想到这些，你会痛不欲生。你就愿意选择这样一种生活吗？你不愿意经过一阵阵痛，然后让伤口愈合，坦坦荡荡地做人吗？林芳，夏雨说的很对。当然了，这个选择对你来讲很难，不过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这样吧，我们会和你一起来度过这一关的，好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想好了，报案。可是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不会再有什么婚礼了。为什么？伤害你的并不是他呀。与其让他嫌弃我，我还是……哎呀，哎，来，林芳，来坐下，来，坐下。你怎么知道他会嫌弃你呢？他爱你，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弃你远去吗？他是这样的小人吗？林芳，告诉他，让他自己选择吧。
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会比以前更加10倍的爱你，保护你。他会吗？我说不行吧，出了这种事儿，谁家的丫头愿意张扬？您就少说2句吧，人家这心里都快……哎，大妈，您看，您看，他同意了，同意了。哎，你瞎嚷什么？是下雨吗？是。就是该死的眼。哎呦，丫头，你闯过一关了。咱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该看咱的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做这种工作还得靠我。好样的，真是一好哥们儿。哎，哪个是啊？这还用问呢？这全场不就他一个大人吗？我怎么看着都像孩子啊？不行，我得上。哎，王总，工作第一，工作第一。快走！这有点意思。哎呀，这叫什么球赛呀？还没有结果呢就完了。你还要什么结果？你今天是干什么来的？哎呦，球打得不错，您是啊？介绍认识一下，我姓王，叫王松。我叫杨金英，哦，是恋爱婚姻家庭你好咨询服务中心的。我们今天来，是对你进行帮助的。帮助我？哎，恋爱婚姻家庭？对。对不起，恐怕我这儿是用不上你们了。用不上？哎，谁敢说啊？如果我认得不错，你就是林芳。首先我要说的是谢谢你。你知道，我们在破获此类案件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就是受害者不肯与我们合作，致使许多本来可以受到惩罚的恶棍得以逍遥法外。林芳，谢谢你的合作。你们能抓到他吗？这取决于我们的工作，还有你的帮助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好吗？我需要做什么？好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同事。一会儿，你把情况和他说说，说得越详细越好，哪怕是微小的细节，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，寻找嫌疑犯。我们很可能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带到你的面前，让你辨认。不是要给当事人保密吗？咱们完全可以不告诉何山呐，我去把他们追回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再说了，林芳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。警察同志，这案能破吗？你想让我怎么回答的？警察同志，您都看到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碰到这么个事儿，我们希望，不，我们恳求。哪一个歹徒作案，伤害的不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？我可以这样告诉你，我的女儿和她一样大，我会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。你们都是热心人，是吧？
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：100个热心人围着他，不如他最亲近的人在他身边一站。不可能，这有谁在造他的谣？我才刚刚2天没有见他。2天没见，我们结婚那会儿，一会儿不见都不行。你倒好，2天没见的，怎么样？出事了吧？要说呀，这事儿首先怪你。何老师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和尚，你可不许嫌弃他啊！什么是真正的爱？刚才我不是教育你了吗？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林芳很痛苦，她正等着你呢。你们别逼我，别逼我！什么？逼你？我们不逼你，你不是往死路上逼他吗？大妈，这会儿叫亲娘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来之前我就下定决心了，你要是去了，什么事儿没有；你要是不去，王松把他放倒了。大妈，王松，你怕了是不是？您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不动，我自己来，我捆了他去。您这样捆了他去，那不是骂人家林芳吗？何老师，我看这么办，何老师说要想一想，那就让他想一想吧。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还能不让何老师想一想？咱们先走。不过何老师，现在林芳可是最需要您的时候啊。好，休息吧。你能抓到他吗？我无法给你打保票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。昨天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杀人犯，你知道第一次他是什么时候作案的吗？27年前。27年前我还没有结婚，27年后我已经2鬓斑白了。小林，相信这一点吧。任何罪行，最终是逃脱不了惩罚的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小林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姑娘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我不想吃。那，你先睡一会儿吧。林芳，你男朋友肯定会来的。不会的。会的，他一定会的。哎，大妈，王松呢？哎，刚才他还在我后边走着呢。她男朋友呢？他这会儿忙。哦。
你们看看，多俊的姑娘啊！夏莲，那号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根本用不着留恋。等这案子破了，大妈给你介绍一个。他不是中学教师吗？大妈给你找一个大学教授，比他强100倍，气死他！谢谢你们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林芳，你想开点儿。叫我说，这也是件好事儿。他这点风浪都经受不住，将来怎么跟你度过一生啊？我累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大妈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走。不会的，走吧，大妈。兄弟，从现在起，咱俩人可就是铁哥们儿了。哎，我是研究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研究美学的。美学里头有一个叫残缺美的，你懂不懂？你不懂，你不懂就好喽。我就可以撒开来讲。什么叫做美学里的残缺美？就是说，一样东西有了残缺以后，比那个完美的东西还要完美。咱们说点简单的，说你见过的啊，维纳斯，维纳斯你总知道吧？哎，维纳斯商店里头为什么卖那么便宜？3块钱、5块钱就能买一个维纳斯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维纳斯少一条胳膊。这就是残缺美，你懂吗？残缺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叫罗素，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。罗素有个至理名言，说什么？他说，一个苹果如果不被虫子咬，就不是一个好苹果。但是一个苹果，如果被虫子咬了，说明它是好苹果，它甜。林芳就是一个好苹果，所以它才被虫子咬了，所以它甜。哎，你们怎么打人呢？不管他，他是我哥，别打他。师姐，我也决定独身了。中国没男人，一点都不错。没错，我觉得。天涯乌鸦一般黑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包括我老头子在内，官儿不大，成天让我伺候。您老头子不好，不等于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好。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小绳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偏不让用，这是什么人同情什么人？我们男人那叫真人不露相，不像你们。呵，瞧，干点事儿全挂在嘴上。您怎么知道我什么都没干？再说了，人家又没有说不去，人家只是说让我想想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人家想想都不行啊。怎么着？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吗？对呀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不就完了？您再给他3天好不好？3天，如果他再不来，我负责，还去找他。不行，他爱去，不爱去算，谁也不许去找他。再说了，我们放着这么好的姑娘，又不是找不着婆家。我丑话可说到前头啊，谁要敢低三下四的去求他，可别怪我姓夏的脾气不好。没错，王松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姓杨的这几天心里也烦着呢。
您是何老师吧？您从小芳那儿来，她怎么样了？他很坚强。何老师，他在等你呢。你们一定把我看得很卑鄙吧？可是我不是的。我知道，这个事儿很突然，你需要有个时间调整。我想去，我知道我应该去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它。我觉得我应该一如既往，可是我怕我做不到，反而更伤害了他。是，这事儿对谁都很难，而且没人能帮你做出选择，只有靠你自己。可是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何老师，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今年多大了28岁。28，真年轻。不过我想，要是再过一些年，也许您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。人这一生啊，什么事儿不会遇到？等到30年、50年过去以后，当你们再回首往事的时候啊，也许就会发现，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啊，才是你们真正人生的开始，是吧？您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，我无法替你做出选择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女人的感觉。一个女人呐，当她如花似玉的时候，得到一个男人的倾慕是很容易的。但是，只有当这个男人把自己这份感情承担起责任，也就是说，他愿意同这个女人一起面对灾难的时候，他们之间这种感情才称得起是爱情。另外，我还想告诉你，你的林芳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姑娘，值得爱的姑娘。事情发生以后啊，我曾经劝她不要去报案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对你和她都要轻松一些。可是她不愿意，她不愿意欺骗你。在她最痛苦的时候，是对你的信心和爱，使她鼓起了勇气。何老师，我希望你如实的告诉我，你愿意让他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吗？人的美德啊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只有到了晚上啊，它才能发出亮光。人这一生，只有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啊，才能看出它的美德。何老师，在今天这个事情面前，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林芳，你要记住，辨认的时候可要认准呐。你不用害怕，我在电影上看见过，你看得见他，他看不见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？怎么跳这么厉害呀？小莲，那坏蛋的模样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不知道，说不准。大妈，我怕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怎么了，林芳？你不想抓住他了吗？你放心，有我们跟你在一块儿呢。我没信心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这太可怕了。
我受不了。林芳，你受得了？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四姐姐姐，生活有什么意思？一切都已经毁了。不，没人能毁掉，只要我们自己去建造。你说呢？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看那傻小子，他来了。小芳，我们进去吧。我一定要把他认出来，我一定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！又到了夏雨的青春热线节目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叶思杰来和我一起主持今天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勇敢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很勇敢，但是直到今天，我才懂得了什么是女人真正意义上的勇敢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还不够安全的世界上，当我们受到邪恶的伤害时，当我们决定把受伤的心灵面对众人的目光时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为明天醉。